打了我。哇哦，那个车力啊，真的是。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我的频道里面呢，大家都看了很多次 Golf， 尤其是我上个礼拜这样子吧，发布了那个 Golf R 的试驾，流量是超高的哈，所以今天又来一个 Golf GTI 7.5 Performance Package。在我身边有位车主，这位车主特地从台湾过来的，他名字叫 Joeman。开玩笑啦，因为他样子长得很像 Joeman， 有没有？真的很像哎，这 Joeman 以前又高又大，真的，台湾第一大 YouTuber。其实他叫 Jared。你好，这辆车是什么时候买的？大概1个月前。哇，又是很新的一个车嘞！而且你是买本地 spec 还是 import 的这边的？就是 recon 车啦，意思就是日本人用过了大概2-3年，然后买过来这边再把它翻新这样子卖出来的。所以你这辆车买了多少钱啊？198。然后的年份是2017。这辆车比较特别一点，它叫做 Performance Package， 也就是我们第7代的叫做 Club Sport。对，它来到这边就没有叫 Club Sport 了，也叫 Performance Spec。7.5是 Performance Spec。话不多说 ，Let's go。这样是一个比较大辆的 MyV， 因为车主有一辆 daily 车，那 daily 车就是一个 MyV 啦。然后这辆比较大的 MyV 呢，就是它的 weekend 车，可能晚上驾这样子哈。Golf 的话，我又不介绍太多了。7.5代的 Performance Pack 呢，就有 Club Sport 的 rim 这样子啦，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 single board 在这儿啦，配杂的 Michelin PS4S 235/35ZR19寸，前轮和后轮一样的尺寸哈。外观也是蛮原装啦，就是没有什么改啊。这是它的钥匙哈，这里就有一个 button 是开你的备用钥匙的，但是我们今天就不需要了啊。它是有一个无钥匙启动、无钥匙进入，只要你一锁车的时候呢 ，side mirror 就会自动收碟，有 touch sensor。当你一开门之后 ，side mirror 就会打开。第7代的 Club Sport 的椅子呢，相信大家都看过。你如果还没看的话，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那个蝴蝶椅是非常的漂亮哈，这里很像，但是这里就不像了哈。像阿坎达拉的 Sweat 材质啊，都做的比较舒服的哈，没有电动椅哈，都是全手动的。那个声音超帅的，有没有？很有冲劲感。哇，有那种打抛声哦。7.5代的话，就换上了这个全液晶仪表盘啦，它可以改很多这种显示啦，比如说你要显示 driving data、vehicle status 啦、calling 啦，10.1 liter per 100 km， 这是车主的油耗啦。这个就是可以调整你的显示，你要显示什么东西 ，navigation。也就是说呢，你再怎么切换都好，它都是2个表在这里，它没有的像 T 冠那种啊，可以 full digital 啦。手机的话都不介绍太多了哈，当你靠近的时候呢，它就会放大哈。这种我觉得你们都看了 Golf 很多次，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啦啊。还有 driving modes， 有 Eco、Comfort、Normal、Sport， 还有 Custom。Custom 就是等于 Individual。Eco 加试一下，然后有 Auto Start、Stop、Off， 我们先把它关闭吧。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Wet Clutch 你可以用 Pedal Shift。Mark 7就是6速双离合，来到7.5代的话就是7速双离合啦。哦 ，Frameless 的，眼睛收纳格哈。哇，这里还有 Handle、Driver Side。这里有红色的线 ，Ambient Light 红色而已哦。门把这边其实也是有哈，现在下午我们看不到，晚上是算漂亮的啊。前面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这里大概1个拳头的位置，头部空间大概2个拳头的位置，所以空间更不用说，这辆是 OK 的。底垫的发泡面会比较偏硬哈，因为这种德系车的话，但是包覆性在后面是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啊，没有看到任何的 USB 插槽在后面。Driver's car you know， 白灯 ，armrest， 这个 armrest 是可以调整的哈，你要多大多小。还可以换过来 ，OK， 这个设计非常的好啊。它可以通往到后面去拿东西。油盖哦，显示着 RON 96以上，日本制啦。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不能打95是吧？对，是最好是不要啦。所以你这辆车是打97了 ，all the way 97哦。哇，现在97很贵嘞，塞车的时候是不加出来的。晚上啊，还是 weekend car 啦这样子。
后面也是235/35 ZR19寸，有一个刹车卡钳在后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Golf 啊，都会有这种 Special Lock 那这样的？雾灯只有在右边，退后灯呢应该只有一边在左边吧，如果没错的话啦。不要以为是灯烧了哈，是现在的德系车都是这样哈。7.5代的尾灯呢，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好看的。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一代好过第8代 Mark 8双出排气管。如果你看到4出的话，那个就是 Golf R 啦 ，Imported by Volkswagen Japan。还有 spare tire 小力的小钢炮哈，这辆啊。最漂亮的就是它椅子啦，虽然它没有 Club Sport 的那一种漂亮蝴蝶椅啊，但是这一种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我个人比较喜欢中间是 Sweat 材质，旁边是皮革，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比较耐久一点哦。哦，这里还可以放 ETC 卡，日本人会用到的。喂，还可以放 CD 哦。那你看到 Volkswagen Golf 啦，里面已经有 carpet 了，加分。连旁边这种 cup holder 有没有，也是有 carpet。Fog lamp 在下面也是很漂亮的，上面就有2粒 projector headlamp， 还有一个晚上也可以看到的红灯，非常的漂亮。这是它的 daylight。这是一个4缸2.0公升涡轮增压的引擎，动力数据呢是我在网上找的，242匹马力，370牛顿米，最高马力呢是在5000转的时候产生，0到100为6.2秒，配搭着湿式的7速双离合变速箱，然后这辆是 front wheel drive 哦 ，GTI 都是前轮驱动的，如果你是 Golf R 的话呢，才是4轮驱动的，那个所谓的 4Motion， 基本上就是这样啦，都是一个原装车，还有很多日本字在这边，可见这个真的是 fully import from Japan 哈。很轻的一个引擎盖。OK 啦，这样我们话不多说，我们上车试驾啦 ，Let's go。Alright。很新的一辆车哦。Gerard 啊，你买这辆车那时候的里数啊，大概是多少？4万8对。很新的一辆车嘞，根本不像一个4万多的车，我觉得。闻到那个味道很新之外哦，它很多地方都是没有弄花的哈，暂时找不到有任何花的地方。买 Malaysia 的 second hand 车的都是要算二手车利息的，你买 Recon 车的话是新车利息对吧？对。利息大概多少%？2.1%。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个新的 Golf 8 ，so sorry man， 没有很喜欢。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 button， 你看 Auto Start Stop 都容易找啊，新的 Mark 8的话，这边按很麻烦。其实我考虑买过 MK8 的 GTI， 因为也是相差那2万块而已。所以我看到 MK8 的，尤其是 steering 太过 sensitive 了，然后不是我要那个总 design， 因为后面它没有7.5来的美，所以就不考虑买 MK8。所以那时候你们有看我上山的影片啊？那个 MK8 我一直按到一个 button 啊，对，是不是？那个 button 就是什么 steering 加热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不好用啊。而且你这一代的话，我驾过上山 Class Sport 啊那些，我都没有遇到有这种问题哦。哇，你看那油门是非常轻快的，可能因为97的关系啦，所以不会有什么拖泥带水这样子。它很，在这个 Eco Mode 来讲啊，它都是有利的哈。你家这辆车97的话，打满1桶油需要大概多少L啊？50至55之间。如果跑到它出灯的话，然后是55L这样，然后你可以行驶大概在这种城市啊，可以行驶多少公里哦？如果不踩，应该是可以去到480的。如果你有踩一下，大概是420左右。Let's go 这个 Eco Mode 来讲，它就比较一直很积极的在换挡咯，它会尽量保持着比较低的转速，都说的 Eco 了吧？但是它一个 Eco Mode 有一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当你在滑翔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不踩油门的那一刹那，给你们看哈，我会松开油门，你们有看到那个转速变低嘛？直接到1000以下，这个代表就是变速箱跟它的传动系统断开连接啦，所以它就让你滑翔的下去，除非你在踩刹车，它才会连接下去啊。这个也是非常聪明的一个设计啦，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省油到哪里去，就好像 Auto Start 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踩油的时候啊，它是不会点火点太多的嘛，是吗？就是这样子去咯。
OK，然后这个 steering 很轻哈、你换那个mode它会跟着重的嘛？这个？对。哦，也会。哦，OK，我试一下换 Comfort Mode， 看一下它的感觉。这 Comfort Mode， 因为这辆车有 DCC 啦，所以它会有 Electronic Damper， 让它这个避震器呢会比较硬一点还是软一点。那so far这个 Comfort Mode 是跟 Eco Mode 差不多啦，就一样啦，也是很快就升到第6档了。这个车主原本在日本已经换了 Soft Spring 了，所以那个车也会比较低一点哦，偏低一点。so far 就觉得是很舒服的一辆车，甚至比我家的 Golf R 第8代来得更舒服。当然我不是讲第8代的 Golf R 不舒服啦，但是这一个会更加舒服，真的是一个来家用车的。为什么你当初会考虑买这辆车？其实也是因为 SSD 的关系吧，可能我觉得 SSD 过后，如果要买这辆车的话，应该是会多一个1万左右。所以我就赶在 SSD 之前买这辆车，本来也是很喜欢这辆车。听讲你有考虑过要买 Arteon， 还是有买其他的车这样子啊？为什么不要去买新车嘞 Arteon？ Arteon 有一点我感觉重点是它不适合拿来做比较性能车，就是说它比较长尾。对呀、如果是拿来跑快的话，就尾长。比较难控制。是的，但是如果你买 Golf 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家庭使用啊那些？暂时不会，因为还没有小孩。对我来说 ，Golf 其实是一个蛮适合家用的车来的。其实它空间也不小啊，加上它又有 ISOFIX 啊什么一大堆的，乘坐空间也不会太小那些，我觉得很 OK 啦。这辆车的性格就是，我要载小孩的时候我就放 Comfort Mode， 当我没有载小孩的时候，一个人啊要去跑山路啊，还是跑下场啊，你随时把它拨到去 Sport， 感觉就来了，热血。多方你买 Recon 车有遇到任何的什么东西需要修理还是什么吗？这辆买回来就是前面的 servo 会比较偏软，可能是有问题了。然后我前阵子拿了去 service 试着 servo， 然后我跟那个人讲，帮我加多18%的硬度，装的。service 一个 absorber 需要大概多少钱呢？一支800多。一支800多。因为换新的一支也不贵，大概1300，新的对，前面一支300，后面的我没有问到，所以不确定。最安静的地方是让我觉得它胎噪，因为这里是一 Michelin PS4S 啊，所以它会比我之前试驾的 Mark 8的 Golf R， 它的那个轮胎是 Goodyear EKF1 Super Sport 啦，那个明显的话会比它吵一点，而且会比较硬一点。Michelin 的特性啊，都是会比较偏软的，比较舒服的那一种。如果换去 Sport 的时候，哎，这个是 Normal Mode 哦，Normal Mode 看它有什么特别？它又再比较硬一点。轻轻踩，不到3000转换挡，还是很柔顺的哈、那个动力。哦，这边还有一个 Sport Display， 油温啊 ，Oil Press， 还有那个 Boost Meter， 最高的 Boost 不懂多少这辆车，现在是1.28，你看我轻轻踩都1.28了咯。整个它的避震器啊都很 solid， 很扎实，不会觉得要松散还是什么的。这个 mode 的话，它其实也不会说分别太大哦，相差一点点，相差一点点而已。Golf R 的那个3个 mode 的相差很大。如果你选了 Sport 的话，好像它整辆车都不一样的，那个油门比较轻更多。现在我们换去 Sport 看看，它就降档，第6档，油门也是很轻快，就轻轻踩而已哦。当 Normal Mode 过这个一条一条线的时候呢，它就会比较干脆一点，它不会好像，现在会噔软的，看个人喜好啦。日本车很多都是有 Speed Cut 的，你这辆车有吗？没有 Speed Cut。你最多你可以去到大概多少？真正我加过200了。它率真的不错，这个 Comfort Mode。所以我就不打算换Adjustable。哎，怎么我感觉到它 Steering 会，我有没有看错？诶，怎么我刚刚是假象吗？它的 steering 会帮我摆的哦。对的，有的。诶，真的嘞，真的嘞。
诶，我真的是没有发现到，因为其实有这种功能的车的话，它都会很明显在帮你摆动啊。但是这个不说，真的不知道，真的完全没有什么哦，他在帮我摆，我是有点不太信任他的啦。你看啊 ，what？还是自己抓回 steering 吧。要每天 Volkswagen 也是不简单，他们都比较建议啦，在13000公里左右，不到2万钱就要换牙油啦，或者是 Mechatronic 油这两个。那 Mechatronic 油不多啦，才1个liter这样子吧。他们讲 Volkswagen 很多压箱有问题啦，其实不是有问题，是你不要当它日本车来驾，因为日本车我们可以啊，让50-60千公里才要换牙油没有问题的啊，但是这种德国车就比较小节一点啦。换一次牙油大概800多块啦，它的刹车踩下去很够用啊，让我觉得很有信心。它虽然不是什么 4-port caliper 啦，一般的 Golf GTI 的刹车系统来的更大嘞，它那个 caliper， 它是用这 Golf R 的吧，我没有错的话。对 Golf R 的可以。是咯。这个有 Apple CarPlay 那些的吗？有。哦，都有了，完了。都有。Wireless 啊？不是wireless cable 的。原装来有 oil cooler 了的，还有压箱 cooler 了的吧哈。我来这里做一个0到100测试哈，这个是原装，我们看一下动力会怎么样。踩完，打了吧。哇哦，那个车力啊，真的是比较贴背感哦。比起 Golf R 来讲，因为它是前轮驱动嘛，如果是4轮驱动的车呢，它要分配4个轮啊，所以它不会有那种太大的贴背感。反而如果你真的想要贴背感的话还是这个 GTI 比较有爽一点。steering 也比较重哦，这个重对我来讲还是轻嘞。如果你比起 Golf R 的那个重，最吃力的 steering 是让我驾到的是 FK8，驾 GTI 很经常都是晚上出去比较多了。有没有遇到什么车很喜欢挑战你啊那些的？应该是很少吧，晚上，因为我驾车也是蛮快的，我不会说keep 着100，我是速慢慢上，所以我就可能没有遇到这些车，暂时没有遇到。德国车就是德国车，提速的非常容易哈，看，轻轻罢了。它刚性好到，真的是稳稳的哦，1.7巴，这样我踩完是多少巴？2.1、2.4巴，最高不是啦，它的这张椅子很好坐，真的很舒服。但你真的是玩的时候就不做了。OK 啦，我来到这边的话，你们都知道我要干嘛啦。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这样子我们下一个影片就会把这辆 Golf GTI Performance Pack 给开上云顶上面去。非常感谢这次车主 Joman， 欢迎来到马来西亚 GTI。年轻人的最爱哈，这辆。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Goodbye。